印度的存在让美国的军事霸权出现了裂痕。提起美印关系，许多人如此评价。可另一方面，印度与美国又关系密切，不可分割。一时间，印美关系犹如跌入迷雾之中，颇有几分扑朔迷离的意味。随着全球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在多领域的优势地位正逐渐丧失。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不得不正视自己衰落的命运。为了挽回这一切，让国家重返巅峰，美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全球摇摆国家，而印度正是其中一员。这也是近年来印美关系的基础。2012年，美国首次发布官方报告，将印度、巴西、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列为全球摇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在这4个国家里，印度是美国渴望争取的首要目标。从经济上来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潜力巨大，蕴含着尚未开发的广阔市场。不仅如此，高新技术产业是印度的强项，无论是航空航天还是电子信息，到处都能寻觅到印度的身影。就政治而言，印度更是绝佳的拉拢对象。尽管印度距离全球大国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却不容忽略。印度是南亚次大陆上的头号国家，具有领导南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印度在政治上野心十足，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大国梦想。有欲望便等同于有了弱点，这也意味着留下了谈判的余地与空间。很明显，印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能够积极争取的目标。在美国看来，印度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便是遏制中国崛起。因此，美国承诺印度一定会提升印度在亚洲的话语权。对此，印度欣然接受。2010年，奥巴马将印度称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在印度总理访美期间，奥巴马更是搬出了不可或缺一词，极大提升了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莫迪上台后，也积极改变对外政策，让印度与美国有了进一步接触。印美关系似乎迈入了黄金蜜月期。但实际上，在许多关键的国际议题上，印度仍然选择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上，未能给美国提供应有的支持。俄乌战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们回顾印度历史时，会发现印度并非一个天生的摇摆国家。实际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曾旗帜鲜明地与美国划清界限，甚至有着反美的基因。冷战时期，印度与美国关系疏远，两国之间矛盾重重，而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印美的外交理念完全相悖，根本性冲突不可调和。外交政策是国家利益的最直观体现，不同的国家利益将催生不同的外交政策。彼时，美国积极与苏联争霸，一手缔造出了两极格局。美国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当世界老大。因此，彼时美国的外交理念可以用8个字概括：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换句话说，在美国眼中，两极框架下的所有国家都必须站队，在美国与苏联之间2选1，没有中间地带可以选择。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是美国最重要的冷战策略之一。印度在南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不允许印度倒向苏联，要求印度成为自己的盟友。然而，印度却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在美苏争霸呈现白热化的时期，印度的当权者是尼赫鲁。尼赫鲁的选择令美国倍感愤怒，但尼赫鲁一再强调，印度既不会倒向美国，也不会与苏联为伍，这便是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比起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尼赫鲁更倾向于独立自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印度不愿成为奴仆，也不愿成为傀儡。在不结盟的政策的背后，蕴含着印度的自我期待。既然印度希望成为大国，那么便理应成为两极格局之外的第三力量。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尼赫鲁再三强调，印度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国家，不必依附任何国家而存在。在谈判国际事务时，印度有自己的是非观，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美国无权干涉。印度油盐不进的态度彻底激怒了美国，受到了美国各界的强烈批判。美国根本不相信所谓的不结盟政策，认为这不过是印度的借口。只要两极格局存在一天，那么不结盟国家便只是妄想。若是印度铁了心不站队，势必没有好下场。就这样，两个国家结下了梁子，彼此疏远，相互仇视。美国抨击印度虚伪，印度看不惯美国蛮横。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始终是横在印度与美国之间的一根刺，令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印度与巴基斯坦存在领土争端，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中的最大阻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美国试图从中调停，却一味偏袒巴基斯坦，引发了印度的极大不满。其实，印度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许多声音，印美合作看似水到渠成，可实际上质疑声从未断绝。印度并不反感美国介入亚太事务，因为印度一直以来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美国能够帮助印度对付中国。但是，印度官方从未在公开场合认可过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刻意避免了在印美关系中使用结盟一类的词语，可谓是相当谨慎。
印度是多党制国家，印度人民党与国大党最具优势，两党派交替执政期间，对美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结盟政策深入印度骨髓，该政策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因此，美国恐怕永远无法将印度变成真正的盟友，印度的摇摆不定仍将持续下去。那么，印度到底有着多大的能量，能够令美国的军事霸权出现裂痕呢？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军事霸权仅仅与军队战斗力有关。可倘若我们进一步分析，便不难发现，想要维持军事上的霸权，便绝对离不开政治与经济。印度的摇摆将同时对美国的军事、经济与政治领域产生冲击。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一时间拉拢印度，但印度软硬不支，成为了坚定的中立派。2022年2月，联合国就是否从俄罗斯撤军问题展开讨论。在短短的1周时间里，印度足足投了3次弃权票，明摆了不买美国的账。随后，在美国的怂恿下，西方国家对印度展开了轮番游说。前有英国外交大臣飞往印度，后有白宫高官发出恐吓，英国首相更是直接致电莫迪，劝说他加入西方阵营，一同制裁俄罗斯。但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都没能让印度屈服。印度此举很有可能破坏美国在军事上的全球布局。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俄乌战争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倘若印度坚持立场，正常与俄罗斯交往，那么美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便会降低。印度同样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的暧昧态度很容易令战场局势出现变数。一旦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占据优势，北约东扩的进程便将被打断，美国的欧洲战略与亚洲战略也将岌岌可危。军事领域的影响势必波及政治，美国在亚洲的控制力将大幅下降。印度将趁此机会牢牢将南亚掌握在手中，并以南亚作为筹码要挟美国，要求美国给予印度更多利益。如此一来，美国不仅失去了在亚洲的主动权，更在西方盟友中失去了号召力，很有可能埋下潜藏的政治隐患。近年来，美国与盟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与不少老牌盟友产生了嫌隙。比如，美国趁火打劫，高价售卖能源，惹恼欧洲各国；又比如，拜登批判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直接被其回怼，令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亮起红灯。眼看着美国搞不定印度，这些心怀不满的盟友们自然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效仿印度，将美国拽下那座摇摇欲坠的神坛，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动荡。而在经济方面，印度也始终不曾停下去美元化的脚步。伴随着金砖国家峰会的召开，一套崭新的货币体系正逐步建立，印度便是该体系的积极推动者。在国际贸易中，印度大力提倡本币结算制度，试图提升本国货币的影响力，推动货币的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多次威胁印度，声称将对印度发起经济制裁，但印度还是坚持响应金砖国家号召，以种种手段削弱美元的强势地位。现如今，美元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美国财政摇摇欲坠，美债遭到了大规模抛售，美元贬值速度惊人。在这种关键时刻，印度还不忘补刀，着实没把美国放在眼里。经济是美国军事霸权的重要支柱，一旦美元滑向深渊，那么美国的军事战略便会失去资金支持，从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见，美国看似拉拢了印度，但印度并未真正向美国俯首称臣。一个摇摆中的印度便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引爆的风险。横亘在印度与美国之间的旧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化解。讽刺的是，美国过于自满，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印度之所以敢如此对待美国，从侧面说明了美国国力的下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美国的衰落已成定局，未来印美关系或将面临更多挑战。身为世界最穷国之一，为什么说中国与孟加拉的合作是最顶级的地缘战略之一呢？作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穷国，被基辛格毫不留情地称为废物的孟加拉，相信有不少朋友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其与印度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之上。而鲜有人知道的是，今天的孟加拉早就悄悄地走向中国化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中国呢？双方的关系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想要弄清楚这些，我们还要从孟加拉的国运开始讲起。前段时间，在一位中国博主的视频当中，孟加拉一哥意外走红，这也使得不少人借此首次了解到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在镜头之下，孟加拉可以说和印度相差无几。苛刻的种姓制度、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些种种都在诉说着孟加拉的落后。不过，有一点孟加拉确实和印度并不一样，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孟加拉人都对未来怀揣着希望，对于富强自己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愿望。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是一个国家性格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向中国靠拢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孟加拉国，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由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的国家，总面积约1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72 亿。孟加拉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国家分为8大区、3大干流，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是被联合国认证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显然，对孟加拉国来说，原有的社会模式是很难让其翻身的，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孟加拉的未来在于中国。为什么会是中国呢？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样，曾经也是从穷国演变过来的。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积累的丰富发展经验，正是今天渴望摆脱贫困的孟加拉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互补点，例如孟加拉的矿业、农业就能够为中国提供原料，而中国先进的科技又可以反过来帮助孟加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这2点因素，中国这位老师便成为了孟加拉脱贫致富的不二之选。事实证明，孟加拉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孟加拉拥抱中国已显成效，中国已经成为了孟加拉的最大海外投资国，有超过670家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为孟加拉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且还深深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中国在2022年修建完成的帕德玛大桥。在这座大桥落成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孟加拉人需要通过摆渡的方式来渡河，期间行程最短需要2小时，遇到汛期8小时的长途都是常态。而在大桥落成之后，这个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钟，并且还不受自然约束。除此之外，像2016年中孟2国达成建设的铁路，后来更是被孟加拉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梦想之路。同年建设的帕亚拉发电站被称为孟加拉国家电力供应的压舱石，现如今每年能够稳定满足孟加拉全国用电的 10% 的需求。如此种种案例都在证明着孟加拉与中国合作的成功，正在让孟加拉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2023年3月20号，与孟加拉国前总理同名的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正式建成。在当天的入列仪式上，除了兴高采烈的孟加拉官员以外，许多一闪而过的中国身影格外引人注意。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头说起。1971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孟加拉成功打赢了独立战争，这使得2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印度对孟加拉国实现了3面包围，这使得后者在贸易、水资源分配等领域一直高度依赖于前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就有孟加拉国外交官在谈论孟印关系时十分不满地指出，自己在与印度政府高官打交道时，经常会因维护本国利益而被对方指责为反印。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的国家，印度还十分爱参与他国政治，其长期对孟加拉国内的亲印派势力进行扶持，对孟加拉国内政治进行隐性干预。这使得孟加拉国政坛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印度就像是一个孟加拉政党，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政坛巨动。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孟加拉在印度手上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高涨，其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出现了摆脱印度控制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并不现实，因此孟加拉想要以小博大，势必需要别人的支持。那么，谁能成为孟加拉的助力呢？放眼全世界，孟加拉关注到了中美俄3个国家。俄罗斯这边受限于俄乌冲突，自顾不暇，暂且不谈。美国的支持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美国对孟加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其同时也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屡屡对孟加拉国进行施压。显然，如果孟加拉国做出了这一选择，那么就算摆脱了印度，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会受限于美国，无非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坑中，依然无法实现独立外交的目标。那么，既然美俄都因各种原因无法选择，留给孟加拉的答案便只剩最后一个，即中国。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的建成意义十分非凡，因为这不仅是其境内的第一个潜艇基地，同时也是其拥有的首个现代化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这个基地是由中国独资建造的。事情讲到这里，孟加拉国想要干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而除了潜艇基地之外，在其他项目上，
孟加拉与我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根据孟加拉国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国家形象研究报告》显示，如今的孟加拉已经成为了中国武器在全球市场上的第2大买家。光是在2019到2023这4年的时间里，孟加拉国有约 72% 的武器都来自于中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则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在以较低价格向孟提供重要军事装备的同时，并没有对孟内政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这也是孟从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待遇。这里其他国家点的是谁，显然也不用多说。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特意的针对第三方。中国与孟加拉的一系列联系只不过是恰到好处，孟加拉国需要，而我们刚好有罢了。如果非要有人误解，那只能说这个人心里有鬼，不然怕什么呢？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中国和孟加拉的合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例如，在海洋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道能够共同开发港口和印度洋资源。与此同时，中国也能借由孟加拉国境内的河流，让西藏资源顺流而下，为西藏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在陆地方面，中国和孟加拉国相隔也并不远，双方完全可以搭建起有益的桥梁，使得两国之间更加亲密。而一旦中国能够和孟加拉国达成连接，那么藏南地区难以开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总而言之，孟加拉之所以选择中国化，是因为其对发展的渴望，对外交独立的诉求，而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终发现只有中国方案走得通。如今，孟加拉国的 GDP 总量已经突破了4000亿美元的大关，相较于2010年的自己增长了近4倍，这也使得其成为了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国。对此，我们不讲孟加拉国选择中国方案对错与否，因为事实早已胜于雄辩。